蓝忘机垂着眼眸给他上药，能见得纤长的睫毛根根分明，看得魏无羡都有些呆了去。蓝湛可真是太好看了，从小到大都这般好看。再看他面上看着冷冰冰的，没想到手掌却异常温热，现下这般感觉更是清晰。温热的手掌带着冰凉的药膏浮上来，又热又凉的感觉很是奇妙，弄得魏无羡不自觉地向下瞟了一眼，就见蓝忘机修长的手指在他肩上游移，他立刻像被烫着似的移开目光。明明只是普通的上药而已，竟让他生出几分奶意。好容易上完了，蓝忘机还帮他把衣服好好的穿上，倒是比他自己穿的要整齐多了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，向蓝忘机道谢，人却还是不敢往那边看。谢谢啊，蓝湛，不过真没身大事，让我出去再跑几圈都行。不必。蓝忘机在他身后一侧，收好了东西，想了想，还是开了口：魏婴，你是否想离开云深不知处？魏无羡不明白他是何意，转过身来问他：怎么了，蓝湛？为何这么问？我知你为何待在云深不知处。蓝忘机像是斟酌了很久，对他说话的语气又慎重了几分。可是现下你都不记得了，若是想要离开，我可以禀明族中长辈，由我承担，并不会影响你半分。蓝家家风古板，道侣必是相伴一生的命定之人，他一句话说得简单，但其实谈何容易。可蓝忘机深知魏无羡留在云深不知处的原因，哪怕是不记得了，从众多人口中听来的，也知道魏无羡是真的爱着蓝忘机，所以甘愿做笼中鸟，放弃那些肆意潇洒，被冰冷的山壁圈于一方天地，吃着他形容的草根树皮，过着他说的枯燥烦闷的日子。可是有蓝忘机，他终究是开心的。只可惜此刻蓝忘机却不是蓝忘机，魏无羡也不是魏无羡了。记忆之事你也无需担心，若是恢复了，你当真愿意随时回来。蓝忘机嗓音低沉，平时难得说那么多话，听来就更是清晰。魏无羡本不答他，良久却似苦笑了一下，道：你当真不要我了？目光低垂，声音闷闷的：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道侣，所以你不要我了。魏无羡爱着蓝忘机，可是蓝忘机呢？自也是爱的，并且很珍视，很珍重，旁人不知晓，他自己却是最懂自己的，绝不是旁人所说。魏无羡缠着他，闹着他，倒贴他，自是道侣，定是他真正倾心之人，决定用生命去爱着的人，所以为他歌唱，为他欢喜，听他欢笑，看他胡闹。自此此生一人，再看不见其他，所以蓝忘机才不会勉强他，只希望他自在，无忧无愁。我只是不想云深不知处拘了你。听得这句，魏无羡终于抬头起来看向他，道：蓝湛，你听我说，虽然云深不知处真的是很闷很闷，但是我感觉得到，虽然不是现在的你，但以后的你一定对我很好很好。泽无君也很好，思追锦衣也很好，甚至蓝老头，不，蓝老先生，蓝家长辈都很好，一切都太好了，让我有时都觉得很不真实，但那种感觉真挺好。蓝湛，你信我，我这个人要真想走，你们绝技是拦不住我的。魏无羡这个人最记着的就是别人对他的好，江丰眠、江厌离、江澄，他都是要念一辈子的。哪怕是于子渊，虽然会叨叨他脾气真的很大，但总归是念着他的好的。他现在的记忆还在前生，前生对他好的人寥寥数几，仙门百家对他喊打喊杀，全天下都满是恶意。而有天一睁眼，一切都变了，没有恩怨，没有杀戮，所有的恶意都被挡在冷峻的山门之外。这时他才想到，当初蓝忘机那句魏婴跟我回姑苏是世间最温暖的情话，只是现在的蓝忘机不知晓自己说过的话，但却装在了魏无羡心里。我知现下我们都忘了，但我们现在相处的不也还行吗？你看我们配合起来多天衣无缝，况且记忆可以找，就算是真找不着了，今后我们再创造更多回忆不就好了？我自知不是什么好道侣，你肯定也很难接受我这样的人，但是……他顿了一下，看蓝忘机没有说话，又继续道：我们先不要想其他的，我们先试试，试试行吗？魏无羡的眸子望过来，如墨如叶，又带着点委屈的小表情。蓝忘机望着他，缓缓开口，对着他承诺道：好。如同之后的蓝忘机一般，他想要什么他就给什么。随后便看到那如叶的眸子装满漫天星辰，亮晶晶的弯起来，对他笑得灿烂。清谈会是结束了，但金陵的事还没得解决，金子龙那里是抵死不认，江澄没的办法，便恳请众人多留几日，以免万一事情生变，也好做个见证。
金陵台好吃好喝的供着，众人便也卖江宗主一个面子。而金子龙那边也问不出解药，他说得明白，自己就没打算解了自己儿子的毒，那解药他根本没准备。其他几位也中毒的世家公子，可能酒没喝多，醒过来之后待慢慢解毒倒也还过得去，倒是可怜了金陵，可能多喝了几杯，虽是性命保住了，但一直昏睡不醒。这日，金家各长老说是关于金陵有要事商议，邀请了江澄、魏无羡、蓝忘机三人带入德厅来，听他们寒暄几句，便有一年纪稍大的长老先开了口，不外乎是说现下金陵昏迷不醒，兰陵金氏事务众多，没人打理，想先选一位代理家主出来，先代替金陵处理事务。这本是金家内部之事，本应不必告知三人，但三人算的是金陵的长辈亲人，又是各大世家地位重要之人，金氏现在不比从前，自知得罪不起，也就是出于礼貌先告知一声。毕竟众所周知，兰氏家规是不插手其他家族族中之事的，把蓝忘机叫来也不过是为了牵制魏无羡，魏无羡即是他道侣，定然也受家规约束。而江澄虽是金陵亲舅舅，但毕竟是其他家宗主，只有他一人倒也好对付。江澄冷冷地哼了一声，金陵还活着呢，各位就迫不及待了。又一人道，江宗主这是什么话？现下一休也没有办法，金宗主睡几日还好，若是睡上10天半月、3月1年的，偌大的金氏就这么群龙无首。另一人道，对啊，本这也是怪那金子龙，也不是我们想害金宗主啊，我们也要为金氏考虑啊。他们左一句为了大义，右一句为了家族，大道理说的头头是道，江澄一直不允的话，倒是显得江澄不近人情了。那边蓝忘机本就不爱说话，魏无羡却也是一直一言不发，翘着二郎腿，在那悠闲的吃着小吃呢。众人猜不透他心思，又紧张的不敢问他意见。倒又是那金子勉点他大名，不知夷陵老祖可有意见？魏无羡似从发呆中回过神来，啊，问我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选吧。包括江澄在内，众人无不惊奇。江澄怒道，魏无羡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怎能同意他们的说法？魏无羡却是勾起嘴角笑笑，别急嘛，听我说完。我觉得各位金长老说的很有道理，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嘛。但是现下金子龙大喊冤枉，也没硬核证据定罪，我们就怕万一真不是他，万一恰巧各位选出的那位代理家主是真凶，那我们金陵岂不是冤得要死？金子勉问他，那依您的意思是？这样吧，选一位人出来，由他推荐3位有资格的人选，但是最终决定权在我蓝湛和江澄手上，怎么样？他把手中笛子一转，又道，推选出的3位必是在族中德高望重的3人，都有资格成为代理家主，而我们来选嘛，不知内情，也是盲选，若真是还选中凶手，这就是命，我们也自认倒霉了。大家觉得可还行？江澄肯定不依，他才不会同意选什么代理家主。金陵本就因族中势力太少，地位不稳，让别人代理着代理的久了，哪里还会有金陵的位置？看他不同意，魏无羡笑眯眯道，江澄你不同意啊？那我们来投票表决好了。说罢问蓝忘机，蓝忘机颔首表示同意。魏无羡又对江澄道，好了，我和蓝湛2票，你1票，你反对无效，各位长老觉得这样办如何？江澄差点没被他气死。众人考虑着魏无羡说的话也并无道理，又看江澄哼了一声，似勉强同意了，心想若是不答应，有江澄这关，怕是也不会再答应其他办法选出人选。便有一人问他，那该如何选推举之人？这个嘛，魏无羡似沉思了一下，又道，我看勉先生就不错，之前就听金陵提过，勉兄为人正直，深受当地百姓爱戴，而且参与族中之事不久，我觉得举荐之人人选非他莫属。他改了称呼，像是要拉近关系般，却也是因为若按实际年龄，金子勉确实大不了他几岁。那边金子勉还在推拒，江澄倒是不耐烦起来，行了行了，就他了，选不选你们说吧，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在这好。其他金氏长老恐他反悔，便也同意了。金子勉考虑良久，推举出金子达、金子平、金子梅3人，并分别于魏无羡、蓝忘机、江澄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家族地位和事迹，却也是真的担待得起宗主之位的3位元老，还真是选谁都差不多。江澄眼神示意魏无羡，问他怎么办，事情都是他搞出来的，他便干脆丢给魏无羡得了。而蓝忘机始终没说过一个字，字也是由着他的。魏无羡嘛，拧着眉纠结了一下，
一指金子平，道：“就平兄吧。”金子平有些受宠若惊，他本是三人里年纪最轻的，资历最浅的，不明白魏无羡为什么独独选了他。众人也是不解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